有人说，这部电影开创了战场灵异片的先河，导演直接将人内心最害怕的东西搬进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强烈的反差镜头循循善诱地吊着观众看完整部影片。还有人说，他看了3遍才真正看懂影片，明白了每段对白后的隐意。而这部如此经典的电影，就是2004年上映的《勾魂骨》。友情提示：全片高能不断，赶紧艾特你的怨种朋友一起观看。故事开始，1917年，随着英德两军交火加剧，无数士兵在此战役中殒命。而造成如此高死亡率的原因，不仅是密密麻麻的枪林弹雨，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存在，那就是横亘在战场上却最容易让人忽略的刀刺网。但凡有士兵倒进去，那后果一定是生不如死。而全片的诡异之处也尽数围绕着刀刺网展开。这次小规模战争中，戈登所在的小队存活下来，可来不及庆幸，他们便发现不远处一股浓烈的毒雾正向战场袭来。士兵第一时间戴上防毒面罩，然而还是晚了一步。不多时，他们被毒雾尽数吞没。可神奇的是，面罩捡漏的他们不但没被毒死，反而活到第2天。随着一名士兵跌倒摔掉面罩，他们才发现了毒雾的真相。原来毒雾早已散去，士兵们这才放下心来。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出现，他们迷路了。茫茫大雾似乎遮住了他们眼睛，不管朝哪个方向走，最终都会回到昨晚战斗的地方。队长只好将全队散开，每个人朝一个方向搜寻。正当他们以为也是竹篮打水时，一名士兵突然有了新发现。他在德军的地壕里竟发现了3名德国士兵，暴躁的小气想都没想，抬手就是一枪。眼见情况不对，其中一名德兵竟直接朝深处跑去。不久后，整个小队聚集在壕沟中。可奇怪的是，那名被俘的德军不但没有求饶，反而是催促他们快跑，千万不要留在这里。然而小队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认为他是惊恐后的胡言乱语。殊不知，日后他们将为这个想法付出生命的代价。队长认为这条壕沟是德军的隐藏据点，如今却被他们占领，自然是大功一件，必须留守在此，等待总部指示。就这样，他们为了缩小防御范围，只能将壕沟的几条分支炸毁，却不知同时也炸毁了自己的退路。随着爆炸声响过，戈登几人也心满意足地离开，可他们却没发现墙壁上已然冒出了猩红鲜血。不久后，巡逻的戈登首先发现异常。That's a German bayonet. Were they fighting each other? 显然，并没有人给他们答案，一切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一通电讯打破了平静。No, this is White Company. There are survivors. Battalion, we've captured a forward German trench. Location unknown. We need urgent support. Over. What's that mean? Why are they It's a saying? mistake. It's 不 a 管队 mistake. 长如何呼喊，可对方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一直说他们队伍已经全军覆没。直到最后，电讯更是毫不留情地挂断。队长虽然很诧异，可为了不引起队内恐慌，只能要求通讯兵不要说出去。时间很快来到晚上，戈登2人想将德军俘虏押进牢房，然而想不到的是，那个俘虏死活都不肯走进牢房，甚至还袭击了士兵。痛苦的士兵让戈登直接杀了他，可善良的戈登最终还是不忍下手。 Why killing what good I can do anyone? Are you scared? 俘虏盯了戈登许久，最后竟主动走进牢房。本以为隐患都已经杜绝，可想不到的是，值班士兵却又发现异常。他看见构号镜头猛然出现3个人影，身形木愣且诡异。士兵壮着胆子慢慢靠近，直到手电照过他们脸颊，才发现真正恐怖的一幕：这3个人都被刺网贯穿了头颅。就在士兵一头雾水时，殊不知身后的刺网再次动了起来。随后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冲破营地，可等到众人寻来时，却只剩一具被刺网洞穿脑袋的尸体。小队终于有了一丝慌张，他们询问俘虏是否还有同伙埋伏在此，可得到的回答依然模棱两可。Vous mourrez tous, crois-moi. Vous vous attaquerez et personne ne survivra. Nous sommes pas l'ennemi. C'est cet endroit. Il y a quelque chose de malin ici, au-dessous de cette tranchée. 虽然不是很信俘虏的话，但他们对此地也有了一丝警惕，于是一大早就开始联系总部。可遗憾的是，并未收到任何回应。队长为了找出隐藏的敌人，决定将所有死尸堆到一块。可就在此时，一位士兵猛然发现角落的尸体竟睁开了眼睛。看来他就是昨晚偷袭队友的黑手。小七抬手就是一枪，甚至不顾副队阻止，坚持要剥下他的头皮。戈登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由悱恻。自从小七踏进这个地壕，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残暴嗜血。可其他队友好像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旧卖力地搬动着尸体。很快，所有尸体都被垒到一块，应该不会再有敌人偷袭。小队此时的气氛也缓和了许多。然而没过多久，一声炮响再次将他们拉回现实，紧接着密密麻麻的枪声响起，并且好似发现了地壕下的他们，开始逐渐朝这里逼近。小队成员一颗心也提到嗓子眼，甚至队长因为慌张也在此刻误杀了突然出现的队员。可神奇的是，随着这一场闹剧落幕，外面的厮杀声也戛然而止。
好像就为了是让他们自乱阵脚，从而自相残杀。戈登似乎看出这里的诡异，便想劝说众人离开这里，可副队却果断拒绝。The captain says we hold his trench, so we're gonna sit tight. You're gonna sit tight. 殊不知，更大的危险也在慢慢朝他们逼近。时间很快深夜，戈登突然被一声枪响惊醒，而另一边开枪的士兵仿佛听到了无数德兵的讥笑，声音充斥在他周围，终于情绪失控，开始胡乱开枪。紧接着，一大团红色的烟雾朝他袭来，没过多久，他便神志不清地逃离地号，最终还嘟囔着这里有怪物。可遗憾的是，他并未跑多远。戈登发现近视小队的通讯兵放的冷枪，他想不明白，立即去找通讯兵，而倒下的士兵并没有立即死亡。求生的欲望强撑着他朝地号爬去，可恐怖的是，地底像是有什么怪物被惊动，飞速朝他袭来。眼看士兵就要到达地号，下一刻却被怪物抓住，副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拖进地底。另一边，戈登找到了通讯兵讨要说法，可对方却说 It's inside me, Charlie. I can feel it. What is it? It's death, and it's waiting for us. 说完便不顾戈登的阻止，径直朝黑暗中跑去。惊心动魄的一夜终于结束，可恐惧才刚刚开始。戈登是最明白此地凶险的，他竭力劝阻其他人赶紧离开，其他人也渐渐被说动，但队长就想靠此地来邀功，根本没有撤离的打算。然而就在他们激烈争论时，却忽略了那个最暴躁的小齐。他好像情绪达到崩溃点，直接将俘虏绑了起来，威胁着隐藏的德兵赶紧现身。可奇怪的是，不管他如何折磨俘虏，周围都没有任何动静。戈登发现后于心不忍，想去阻拦，可队友们却将他拦下。 Can't let Quinn kill a prisoner. You mad? Shakespeare, you don't fight your own men to save the enemy. But he's not the enemy. Look, we can't let this go on. Not in this place. 副队也动了恻隐之心，想要出去阻止小齐。可就在此时，队长却制止了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完成不必要的命令列队报数。 For inspection, muster the company if you would. There's no company left, sir. Nothing to inspect. Carry out my orders! This is not the time! 就在气氛一触即发时，戈登首先站了出来。 The first class Shakespeare falling in for inspection, sir. Come prepare where they're falling in for inspection, sir. 就这样，戈登化解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斗。可尽管如此，队长似乎还是不太满意，因为他发现小齐也没有前来检阅。于是队长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他找到小齐，厉声呵斥他为什么没来检阅。可此时的小齐却没有了以往的顺从，他直接将队长打倒在地，甚至掏出匕首准备伤害他。副队见状迅速出来阻止，可还是晚了，失控的小齐已经刺了进去。眼见队伍里存在这个定时炸弹，副队决定亲手杀了他。可遗憾的是，在他们拼杀间，副队一个不小心被小齐甩到了刺网中，锋利的倒刺限制了副队的行动。戈登见此一幕，迅速冲了出去。 Quinn! Quinn, don't do it! It's wrong! You can't do it! It's a bit late for heroics, isn't it? 杀红眼的小齐已经停不下来了。所幸戈登及时做出了正确做法，正欲击杀小齐时，诡异的一幕却打断了他。只见地面上一根根刺网犹如火了一般，将小齐团团围住，然后迅速缠绕上他的身体，甚至到最后，刺网直接刺破他的皮肤，钻进肉里。戈登于心不忍，只能开枪给小齐一个痛快。然而就在他要转身离开时，俘虏却叫住了他。善良的戈登并没有犹豫，直接将他解救下来，甚至到最后还主动将武器给他自保。直到现在，整个队伍就只剩3个人了，戈登必须要赶紧找到他们。然而想不到的是，通讯兵竟绑架了最后一位队友，他将其拖到戈登面前，随后告诉他赶快杀了我，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而另一位队友也在催促戈登开枪。 Charlie, shoot it! I can't fight it anymore! Brother, please, whatever it is inside you, please just fight it! 可遗憾的是，戈登并没有唤醒通讯兵，反而让他把队友给杀了。自责愤怒的戈登直接冲了过去。就此，整个队伍就只剩下戈登一个人活着。可诡异的事并没有结束，身后的石堆竟在慢慢塌陷。戈登眼见不对劲，想要逃离，可刺网却及时封住了他所有退路。就这样，一个深坑缓缓出现，它吞噬着地面上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来不及逃走的戈登。许久，戈登从昏迷中醒来，正当他观察着四周时，背后却传出了说话声。戈登迅速转身，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只见那些早已死亡的队友竟齐聚在眼前，完全没有了当初狼狈的模样。甚至最后，戈登还看到了队伍中的自己。诡异的情景挑战着他的认知。 I'm not dead. I'm not dead. I'm not dead. 说完便飞速朝身后跑去。所幸没过多久，戈登就冲了出来。这里还是原来那个地号，可不一样的是，这次是俘虏抓住了他。 I tried to help you. You did, Charlie. Only you tried to save me. That is why you're free. 随后，俘虏指了指身旁的通道，
让他顺着楼梯爬上去。可等戈登想要询问外面是什么时，俘虏已经消失不见。就这样，戈登终于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重获新生。而俘虏依旧坐在战壕内，等待着下一批人到来。